說起2017年，遊戲圈發生了一件挺魔幻的事情。任天堂發售新主機 Switch， 首發遊戲只有可憐的幾款，大家都覺得這公司怕是要完蛋。結果第一個月過去，美國那邊統計出來 Switch 賣了90多萬台，曠野之息卻賣了92萬份。遊戲比主機賣的還多，你說離譜不離譜？有人說買家買了普通版又買限定版收藏，也有人說是搶到遊戲卻沒搶到主機。不管怎麼說，這遊戲的號召力是真的嚇人。要知道，隔壁索尼那邊當時可是連着發了《仁王尼爾：機械紀元》和《地平線》3款大作，結果任天堂就靠這一款遊戲硬是把 Switch 送上了神壇。說到開發歷史，這事兒得從2013年講起。任天堂當時宣布要做新的塞爾達，本來計劃2015年發，結果跳票到2016年，又跳到2017年。你想想，一款遊戲開發5年，團隊超過300人，這在任天堂歷史上都是頭一遭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開發早期他們先做了個2D 版本的塞爾達來測試各種想法和機制，就像畫家先打草稿一樣。這個團隊裡還有個關鍵角色，就是 Monolith Soft 工作室。這幫人以前做《異度之刃》系列最擅長的就是搞巨大地圖。曠野之息的地圖有多大呢？官方說是黄昏公主的12倍，從地圖最南端走到最北端要28分鐘，這還是直線距離。不過地圖大不是重點，重點是任天堂搞了個化學引擎。這化學引擎說白了就是讓遊戲世界的各種元素能真實互動。你用火把點燃草地，火會順着風蔓延開，燒着燒着就產生熱氣流，林克張開滑翔翼就能飛起來。這種設計思路聽起來簡單，但實現起來工作量大得嚇人。每個物體之間的關係都要考慮清楚，火遇水會滅，雷劈到水裡會導電，冰可以融化成水。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物理規律，在遊戲裡要一個個編程實現。更絕的是，任天堂還用了改進過的 Havok 物理引擎。簡單說就是遊戲裡的東西都遵循物理定律。你砍倒一棵樹，樹會按照重力和角度倒下，你可以把樹推到河裡當木筏。看到敵人站在懸崖邊，推塊石頭下去砸死他。這種設計讓每個玩家都能找到自己的解法，不是開發者規定好的唯一路線。結果遊戲一發售，評分炸了。Metacritic 綜合評分98分，只比同系列的《時之笛》低1分。IGN、GameSpot、Edge、Polygon 這些媒體全給滿分，日本 Famicom 也給了滿分，這已經是塞爾達系列第4次拿滿分了。到了年底 ，TGA 頒獎，《曠野之息》拿下年度遊戲、最佳遊戲設計和最佳動作冒險遊戲3個大獎。當時制作人青沼英二上台領獎，激動到說話都哽咽了。有意思的是，《曠野之息》還引發了一場關於開放世界遊戲該怎麼做的大討論。之前的開放世界遊戲都在比誰的地圖大，誰的畫面好，動不動幾十個 G 的容量。曠野之息出版才13 G， 但他告訴業界，開放世界的核心不是地圖大小，而是讓玩家真正感覺自己活在這個世界裡。你爬到山頂，看到遠處有個發光的神廟，你想去就能去，路線隨便選。想從正面走可以，想爬山抄近路也行，想做個木筏從河裡飄過去，沒問題。遊戲裡120個神廟，每個解法都不一樣，而且很多神廟還能找到開發者沒想到的破解方法。有個彈球入洞的謎題，正常解法是推着球慢慢滾，結果玩家直接把整個裝置翻過來，球一下子彈進去了。不過也不是所有人都買賬。有玩家吐槽說，傳統塞爾達那種大型迷宮沒了，只剩下4個神獸迷宮，而且每個都不大。還有人說敵人種類太少，打來打去就那幾種怪，到後期人馬反而成了提款機，專門刷材料用，武器還會壞掉。有些玩家覺得這設定特別煩，好不容易拿到把好武器，幾下就碎了。更有爭議的是，遊戲的敘事比較碎片化。主線劇情其實很簡單，就是林克醒來打魔王救公主。真正的故事都藏在散落各處的回憶裡，得玩家自己去找。有些人覺得这樣很有探索樂趣，但也有人說這是偷懶，故事講得太單薄了。甚至有評論家 Jim Sterling 給了7分，結果他的網站直接被憤怒的粉絲 DDoS 攻擊，這事兒鬧得還挺大。
說到影響，曠野之息真的改變了很多東西。它之後的開放世界遊戲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它的影子。原神最開始宣傳的時候就被罵抄襲，雖然後來證明兩個遊戲玩法還是有區別的，但確實能看出原神在設計上參考了曠野之息的很多思路。還有一些大廠開始反思自己做開放世界是不是太注重技術指標，忘了遊戲性這個根本。從銷量來看，曠野之息是塞爾達系列歷史上最暢銷的作品。截止到現在 ，Switch 版本已經賣出超過3200萬份 ，Wii U 版本也有170萬份。這個成績對塞爾達系列來說是個巨大突破，之前的作品銷量基本都在幾百萬這個級別。曠野之息不僅讓老粉絲回歸，還吸引了大量從來沒玩過塞爾達的新玩家。有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，很多玩家玩了幾十上百小時，就是不去打最終 BOSS。因為遊戲太好玩了，到處探索、做支線、收集裝備、研究料理配方，反而忘了主線任務。有人調侃說，公主被困了100年，再多等幾百小時也不差了。速通玩家可以30分鐘通關，但想要深度體驗這個遊戲，300小時都不夠。技術層面上，曠野之息用的並不是最尖端的技術，畫面也談不上業界頂尖，但它的設計理念和系統整合能力是真的強。4個基礎能力：炸彈、磁鐵、靜止、結冰，看似簡單，但組合起來能解決無數問題。你可以用磁鐵吸起鐵箱當盾牌，可以用靜止能力把飛來的箭凍住再彈回去，可以在水面制造冰塊當跳板。每個玩家都能找到自己的玩法，這才是遊戲設計的最高境界。說到成就，曠野之息不只是拿了一堆獎項那麼簡單，它被很多人認為是21世紀最偉大的遊戲之一，和時之笛一樣成為了遊戲史上的里程碑。續作《王國之淚》在2023年發售，3天就破1000萬銷量，這個勢頭完全是曠野之息打下的基礎。甚至還出了前傳遊戲《災厄啟示錄》，銷量也超過400萬。最後說個冷知識，遊戲裡的海拉魯大陸布局是參考日本京都設計的，那可是任天堂總部所在地。而且遊戲中的古代文明靈感來自日本繩文時代，美術總監說那個時代神話和歷史交織，特別神秘，很適合塞爾達的氛圍。回過頭看，曠野之息的成功不是偶然的，5年開發時間，上百人的團隊，無數次的測試和調整，每個細節都經過精心打磨。它證明了一件事，在這個追求畫面和技術的時代，遊戲設計本身的力量依然是最重要的。不需要最先進的引擎，不需要最華麗的特效，只要把玩法做到極致，把世界做得足夠真實有趣，玩家自然会買賬。這就是《塞爾達傳說：曠野之息》，一款改變了開放世界遊戲定義的作品，一個讓無數玩家願意為它單獨買台主機的遊戲。6年多過去了，它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神作，這個地位估計還要保持很多年。